张照片，没有红毯，没有剧照，没有精心布置的摄影棚，只有一块草坪，一本书，一份早餐，还有一缕阳光，不偏不倚地落在她肩上。你们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？就在几个月前，她主演的电视剧让整个中国一边上班一边偷偷擦眼泪，收视峰值破 3.4%， 全网播放量超过94亿，豆瓣评分 8.6， 人民日报亲自下场报道。她一个人扛起了央视8套2026年开年最重的一块招牌，然后热度还没退，她就出现在这张照片里，坐在草坪上读书喝早茶。谭松韵35岁，无公司，无背景，无团队，然后告诉全世界什么叫做真正的清醒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女人的故事。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，如果你没听说过这个地方，没关系，大多数人都没有。那是一个被山包围的小县城，不靠海，不靠大城市，交通也算不上便利。1990年5月31日，谭松韵就在那里出生了。她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孩子？用她妈妈的说法，脸圆圆的，走在街上，陌生人都想过来捏一把。但这个圆脸小姑娘心里装着一件事，跳舞。2001年，11岁，四川省舞蹈学院的招生老师来到她的学校，谭松韵就这样被选中了。从那一年开始，她的人生轨迹就和普通孩子不一样了。学舞、练功，早起晚睡，反反复复。很多同龄的孩子在玩耍，她在压腿；很多人在看电视，她在排练。但舞台还不是她最终的目的地。2005年，15岁，她第一次接触了表演。那是一部叫《好好过日子》的电视剧，她只是里面一个小角色，戏份不多，但足够让她确认我要演戏。2年后，2007年，17岁的她打包行李，一个人离开四川，北漂。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？从一个没人知道的小县城，独自去到北京，去考中国最难进的电影学院之一，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。她考上了，但考上只是故事的开始。接下来的几年，谭松韵一直在演配角，小配角、龙套，出场几分钟的角色。她不是没有机会，只是这个行业就是这样，没有人是一夜成名的。那些看起来突然火起来的人，背后都有你看不见的漫长等待。2012年，《甄嬛传》，谭松韵在里面演了一个教坊纯义的角色，又名纯贵人。戏份不算多，但这部剧本身太大了，播出之后成为现象级作品，几乎每个中国观众都看过。他也借此第一次真正进入了大众视野。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就在那段时间，他一直没有签大公司。在一个经纪公司资源决定一切的行业里，这个选择到底是清醒还是赌博？这个问题先放在这里，我们待会儿再说。时间继续走。2016年，最好的我们，这是谭松韵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担任女主角。她扮演的耿耿，那个喜欢余淮的普通女孩，一下子戳中了无数观众的青春记忆。那一年，她获得了爱奇艺年度最具潜力演员的奖项。但耿耿这个角色也给她贴上了一个标签，甜妹，甜甜的，可爱的，笑起来阳光的那种女孩。观众喜欢这个标签，但谭松韵呢？2019年，锦衣之下，2020年，以家人之名，她一部接一部的接戏，一次接一次的被提名，但那个与 quote 甜妹与 quote 的印象始终没有完全离开。外界的评价总是温柔的，但也有一种温柔其实是一种局限。直到2026年3月7日，如果你关注过那段时间的热搜，你一定记得《我的山与海》。这部剧一开播，收视率就开始往上冲，5分钟破 3%， 创下央视8套2026年开年最快纪录。热搜一条接一条，粉丝哭，路人也哭，连那些说自己不看年代剧的人都悄悄追到了结局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故事值得被更多人听到，记得给我们点个赞，让算法帮我们把它推出去。谭松韵在里面演的角色叫方婉之，一个70后的贵州女孩。这个角色横跨30年，从10几岁的少女到中年创业的女性。30年，在同一个演员身上，
这对任何一个演员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。你要让同一张脸在不同年龄段都是可信的，你要让观众相信这个人真的经历过这30年，而不是在表演经历过。谭松韵是怎么做到的？有一段幕后视频流传很广，他在片场听到搭档王劲松说戏，分析角色内心，他听着听着眼眶就红了。那不是表演，那是真的被打动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方婉之是可信的，因为谭松韵自己先相信了他。剧情里有一幕让很多人哭得不行，方婉之终于站在了深圳的土地上，旁边是他打拼20年的成果，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，然后笑了。那个笑不是开心，是释然，是那种经历过太多的人才有的略带疲惫的释然。那一刻，很多观众想到的不是方婉之，而是自己。这就是好的演技应该做的事。最终，我的山与海以 CVB 均值 2.226 收官，酷云均值 2.3962， 全网播放量超过94亿，豆瓣评分 8.6， 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120亿。2026年央视8套收视率排行第1名，没有悬念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是从哪一集开始真的爱上方婉之的？然后热度还没散，我的山与海刚刚收官不久，下一部作品赤焰又已经开始接触，据悉将在厦门开机。爱奇艺的刑侦剧，完全不同的类型。忙吗？当然忙。但是就在5月28日 Vogue 在微博上发了那张照片，草坪、书、早餐、阳光，没有具体的目的地，只需要好吃的早饭和好天气，就已经是完美的休息日。这张照片让很多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因为在那个瞬间，所有人都记起了一件事：谭松韵没有签大公司。在中国娱乐圈，公司就是资源，是曝光，是保护，是谈判筹码。没有公司的演员，往往意味着要走很多弯路，要自己去谈合作，要承担更多风险，要在没有背书的情况下说服别人相信自己。有网友写过一段话，在粉丝圈里流传很广：35岁的他没签公司也没背景，却能主角戏一部接一部。或许不是耍大牌，是他活得够清醒，一开始就没想走这条路。他现在和经纪人就像合伙开店，一个专心演戏，一个负责谈合作，没幕后资本，没团队，照样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。这句话写出了很多人想说但说不清楚的东西。清醒是谭松韵这20年最珍贵的东西，不是不努力，是努力的方向，他一直知道。从11岁开始跳舞，到15岁第一次接触表演，到17岁北漂考进电影学院，到20几岁演了无数个没人记得名字的小角色，到30几岁凭借一部部作品慢慢被观众真正认识。这条路他走得不快，但走得稳。他没有一夜爆红，他是一块一块地用作品把自己的位置垒起来的。现在他可以坐在草坪上晒着太阳，读一本书，喝一杯早茶，因为他不欠任何人什么。他不欠粉丝流量，因为他用演技换来了口碑。他不欠公司业绩，因为他根本不属于任何公司。他不欠自己一个交代，因为他20年从来没有走捷径。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所以今天关于谭松韵，我想给大家留下3句话。第一句，有些路看起来慢，其实是最快的。谭松韵用20年告诉我们，扎实的东西不会过期。第二句，清醒比聪明更难得。在一个很多人都在追求流量和曝光的行业里，他选择专注于一件事，演好每一个角色。这种清醒不是天生的，是他一次一次做选择时硬磨出来的。第3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句，那块草坪才是真正的成功。不是收视率，不是播放量，不是豆瓣分数，虽然那些都很好。真正的成功是有资格让自己停下来，坐在阳光里，什么都不想。谭松韵今天35岁，正好是他生日这一天。这期视频就当我们送给他的礼物吧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。